很多人因为忽略了饮食健康、乱吃东西，或者是暴饮暴食，而导致胆固醇过高、体重超重，这些都是糖尿病的根源。在新加坡，每11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患上了糖尿病，而糖尿病会引发起许多的病症，更是导致肾脏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为了防止患上糖尿病，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周小年17岁就患上了糖尿病，39岁时因糖尿病恶化必须截肢，肾脏衰竭接踵而来。起初，他无法承受洗肾时的痛苦，每次洗完肾后都伤心哭泣。他常常趴在窗口，看到别人都能健康的过活，小年是又羡慕又难过。你要看得开，新加坡很多人得这个肾病，不是你一个人，你要看得开。这个是我的责任，我如果没有照顾他，谁来照顾他们，对吗？小年的依靠就是疼爱他的爸爸和对他一直不离不弃的姐姐。不幸的是，爸爸在去年10月25日去世了。我父亲也很疼他，每个晚上起来就拿那个被来跟他盖住。已经不能奉养父亲多年，甚至还要年迈的父亲为他担忧，小年内心很愧疚。不过小年知道，他还有一个对他无怨无悔付出的姐姐，他坚强活下去，就是对他伟大的姐姐最好的报答。周小年妈妈在世时，她2只脚因病被锯掉。当年小年的姐姐周朝美就日以继夜地照顾她，亲人的包袱，朝美背完一个又一个，她不愿意，更不会放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为您呈现的是发生在许家亲情浓郁的故事。打开无底的天窗，夜空点缀着星光，黑夜或许很漫长，却阻挡不了天亮。只要你驻守着希望，我懂你面对的困难，我明白坚持很难，别一个人承担，因为你并不孤单，
舅舅开门呐！舅舅，舅舅，阿弟，舅舅开门！阿弟，开门呐！舅舅，阿弟，舅舅，阿弟，舅舅，开门呐！舅舅，阿弟，阿弟，舅舅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阿弟，舅舅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要自杀呀？阿弟，你怎么了？阿弟，快去叫救护车！阿弟，你不要吓我！阿弟，你怎么了？阿弟，阿弟！老子死了没有啊？他现在在哪里啊？你别那么大声啊！你爸爸还在被急救啊！急救？有什么好救的？3天2头就要死要活的，真的想死不会去跳楼啊？20楼跳下来，那才真要死！畜生！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我怎么说不出来？你知不知道他拖累了我多少年？以前我打一份2、3千块钱的工作，钱都被他花完了。现在为了照顾他，我只能打散工。还了他的医药费之后，我自己吃饭都有问题，还背了一屁股债。他拖累你，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整天生病，这20几年来都是他照顾你的。你不是我，你当然会说风凉话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为了陪他化疗、陪他看医生，我丢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，结果呢，搞得自己山穷水尽，还背了一大堆的债。我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不过你爸爸现在就快死了，你就不能对他好一点吗？你整天骂他、咒他，搞得他现在打电话来说要自杀了。这个老家伙一天到晚拿自杀来威胁我，其实真正想死的是我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如果他真的想死的话，就不会每次要自杀以前打电话来通知人。你不是人呐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你这个不孝子！我不要你在这里气死你爸爸。好，我走，反正我没你们那么清闲，我还要回去做工。你们如果真的这么有良心的话，交给你们了。阿弟，什么事情让你万念俱灰，要走上这条路呢？其实人老了就应该死，死了一了百了，不能像我这样病了10多年，辛苦了自己，还连累家人。你也不是想生病的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甲状腺、心脏病、胃病，到现在的肺癌，进进出出医院，打针吃药，化疗。坦白说，大明已经山穷水尽，为了我，他什么办法都想过。有好几次大耳窿找上门来，把他打倒在地上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钱给做化疗了。如果要我这样慢慢的等死，倒不如痛痛快快让我死掉算了。日子你一定要过，身体你一定要保养好，儿子你一定要赢回来。我没有，我不只拖累了大明，还拖累了你。我们是2姐弟呀，怎么说拖累我呢？只要你能够活下去，只要你能够开开心心的活下去，只有能等到大明再较为生爸，我愿意撑下去。放心吧，他会的。好。妈回来了，妈，舅舅怎么样了？
舅舅到底怎么样了？在医院暂时没事。那妈又怎么了？他说他有点累，我看他是不舒服。刚才匆匆忙忙出去，又忘了吃药。什么事啊？妈，你今天还没吃药啊？哦，我今天早上赶着出去，忘了吃了。你的血压很高，一定要按时吃药的。我今早不记得嘛，现在吃还不是一样？我要出去了。你刚回来还要出去啊？休息一会儿吧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出去啊。妈，你是不是为了舅舅的医药费烦恼？你不要理我啦，出去，妈自有分寸。妈在干什么？休息啊，很快就可以开饭了。阿霞，我们银行里还有多少钱？你要用钱啊？刚才我拿药给妈的时候，看见她把金饰拿出来，我想啊，她是要拿去当。你也知道我们的情况啊，3、2千还可以，多就拿不出来了。我们不是还有一笔定期存款吗？那是要留给立中和丽玲以后读书用的。先拿出来用吧。银行存折呢，就锁在衣柜的抽屉里。不过下个月就要到期了，你现在拿出来就要损失利息啊。既然要拿出来了，就不要想那么多了。那你好好看着妈，不要让她出去。我去拿钱，很快就回来的啊。喂？什么？妈出去了？我不是叫你好好看着她的吗？老板，能当多少钱呢？算个整数给你，1800。1800？我以前买的时候都不止这个价钱。对不起，我已经给你很好的价钱了，你当不当啊？哎呀，哎，你做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啊！哎呀，喂，打抢啊！打抢啊！打抢啊！妈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的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还在说什么？快点去追他呀！他抢掉我的钱了！不行啊，我现在临时有事啊，我们把时间延迟半个小时 ，OK？ 大哥大嫂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催我们催得这么急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妈好像受了伤。大哥大嫂，开门呐！你来了，大嫂，妈到底怎么样了？妈遭人打抢，还被推倒了。什么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严不严重啊？没事没事，扭伤而已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为什么你出门不叫人家陪你呢？我去当铺嘛，那强盗多可恶，当出来的钱全部都抢走了。你无端端去当店干嘛？我有急用啊。你们两个也真是的，妈有急用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要让她去当东西呢？我倒霉，我自找的喽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有很多抢匪专向老人家下手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出去吧，让妈好好休息。你还没跟我解释妈为什么上当店？出去再说吧。有什么事情这里不能说啊？妈当东西是为了舅舅。舅舅怎么了？他自杀了。什么？那舅舅现在怎么样？现在还能怎么样？不是躺在医院等人救济喽？你当东西就是为了舅舅啊？他是我弟弟呀。这可是个无底洞，你丢多少钱下去都没用的。哎呀，你们要帮你们就帮吧，我可没这本事。你放心，现在妈不是向你借，
如果妈向你借的话，她就不去当东西。我可是实话实说啊。那总之，我希望你们好好的看着妈，我不希望她再去当东西了。妈在当东西的时候，你大概已经从银行提一笔钱出来，准备帮助舅舅了。是吗？妈，钱不多，是我们的定期存款，你先拿去吧。哎，你们真傻，不早点说给我听，就当是妈向你们借，改天妈会还给你们。不用了，帮助舅舅也是应该的。那现在大哥愿意拿钱出来了，不用动用到你的钱，你不用那么激动。我都说这是治标不治本，你要我说多少次你们才明白？好了，我不说了。妈，我还有事要忙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啊，那你先走吧，我没事了。妈，你饿了吧？阿霞煮了你喜欢吃的。经理，过来啊。换了椅子啊，你弄妈妈听到。妈妈，你的脚跌成这样，是不是很痛？当然痛了。脚还好一点，可不知为什么这个腰呢，一阵一阵的一直痛。从早上痛到现在啊？不是啊，已经痛很久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有问过他要不要看医生，他说不用。哎呀，是风湿嘛。那好，吃过饭后呢，叫阿霞用风湿油给你推推。我来，我常常帮妈妈推的。明天你帮我买只田鸡煮粥。哦。妈是田鸡腿最好，可以补脚力。不是的，我是煮给你舅舅吃的。妈，你走路不方便，还要去医院呢。那他在医院嘛，没有人去探望他，我要去看他的呀。让我去就行了。那我想去跟他聊聊天，行不行啊？行，去就去，叫阿霞陪你去啊。哎，吃，来，妈。哎呀，怎么，腰又痛啊？昨晚丽玲的力一定是不够，没有好好帮你擦油。等一下回去我再帮你推一推啊。妈，你醒醒，妈。阿霞，妈呢？妈怎么了？医生还在为他检查，不过小树正在陪着他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是叫你好好看着他吗？你却让他昏倒在马路上。我怎么知道会这样的啊？每次问你啊，你都是这么说的。昨天叫你好好看着他，你又让他跑出去了。你这么说，好像是我把妈害成这个样子的。你能够小心一点啊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发生喽。今天又怎么啦？妈昨天跌伤了脚，今天竟然搞她进医院。大嫂，你不是没有工作吗？怎么连个老人家你都照顾不来？我知道妈的脾气向来不是很好，就算你再怎么不喜欢她，也不可以不顾她的死活啊。让亲戚朋友知道啊，会怪我们啊，不会当人家的媳妇的。哎，阿国出来了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，妈的高血压没有好好的控制，肾脏已经开始衰竭了。医生还说，从今以后，妈要接受洗肾。医生啊，我妈她醒了吗？病人一直是清醒的，可能是因为太累太疲劳，她一直在闭着眼睛休息。那她以后是不是就要这样洗肾吗？哦不，这只是暂时的。我已经在她的左手腕上安置了一个静脉通道，以后就靠它来洗肾。那你安置的那个什么静脉通道，那管子大不大？这个通道主要是把动脉和静脉连起来，增加血流量。接下来病人就依靠它来洗肾，我们都叫它命根。安置8个星期以后，这个装置才可以使用。病人接下来就不会这么辛苦了。不
不会通过胸腔的动脉来洗肾。那以后我妈洗肾的针就是插在那里吗？是的，1个星期3次，每次要插2个针管。一次插2支针，那会不会很痛啊？插针管当然痛了，病人今后一定要注意保护这个命根，不能让它损坏，更不能提太重的东西，不能撞到它。伤口的周围要注意清洁和卫生。一旦这个命根堵住了，我们就会再做手术，在其他的地方再装一个命根。除了洗肾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妈的吗？如果你们不想让她洗肾，可以想办法为她换一个肾。明知道妈有高血压，不提醒她吃药，也不控制她饮食，你看搞到现在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是不是让妈长期接受洗肾？不，医生说过了，如果有合适的肾脏移植，妈可以不用一辈子洗肾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去接受检查。好啊，要去，3兄弟一起去。啊？哎，我老公这么瘦，他能捐吗？能不能捐，检查了之后，医生自然会告诉我们的。阿国啊，你去跟医生谈一谈，我想马上接受检查。好啊，早点换肾，妈就可以少受一点苦。我看你们2位先去做安排吧，因为我老公手头上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 project， 所以最近会比较忙一点。那你们要忙到什么时候？1个月还是2个月？哦，也不用这么久，顶多是2个星期。等我忙完之后，我会第一时间跟医生联络的。那你说的啊，我们等你。你一整天愁眉苦脸，不要告诉我你想去捐肾。妈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说我能不管吗？我没叫你不管，但是要管也是有个分寸啊。捐肾啊，你以为是捐钱捐礼物啊？这是从你身上割下来的。你要知道，妈最疼的是我。你看大哥不是妈亲生的，他都说他愿意捐了。就是因为不是亲生的，他才说的这么好听啊。明知道他跟妈没有血缘关系，捐肾的机会是最低的。现在只希望传国的肾可以适合了。哎，你啊，那你说，我应不应该去做检查？你疯啦！我好不容易替你找个借口，就是希望等他们检验报告出来，要是其中一个适合的话，你就逃过一劫了。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听传国的口气，早就把你看穿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！我保护我自己老公，这有错吗？你没错，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。不过说真的，捐肾呢，我还真的没有他们的勇气。哈尼，你不要想这么多了，等他的报告出来再说吧。你跟陈国是亲兄弟，如果他的不适合的话，我看呐，你的机会是很低的。对不起，姐，吵醒你了。你怎么样？好点吗？我还好，倒是你呢？你身体怎么样了？我这2天不能干嘛，老是咳，老是喘。如果你不舒服，你不用来看我了。我是因为抽烟才患上肺癌，你只不过是搞血压，却搞到要洗肾。为什么我们2姐弟要受这么多苦？我生病都是你在照顾我，
是你病了，我却帮不上忙。如果你不舒服，你不要说这么多话了。姐，我虽然帮不了你，不过我在想，我再也不会连累你了。阿弟，不管怎么样，姐姐都不会放弃你的。吃药加上洗肾，应该是这么多。哇，每个月要3000多块，我们怎么拿得出来啊？这样吧，二哥的收入最多，我跟他谈一谈，希望他能够多给一点。叫他出钱已经很难了，还要叫他多给，不是更难？只可惜我读书的时候向银行借了学费，现在还没有还清，要不然就可以帮你们分担一点。算了，你也有你的负担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唯有希望检验报告快点出来，妈可以换肾，那问题还可以解决的。哎呀，换肾还不是一样要一大笔钱？我看我们再想想办法吧。哎，对了，我也去找姐姐，看有什么办法。我说了多少次，你不要再吃了，你真的不能再吃了。我知道，你要说我的血糖越来越高了是吧？每次带你去检查，你的情况一次比一次差，你不怕我可怕呀？大姐、大姐夫，你们在吵什么？你来的正好。什么事啊？你看他在吃什么？哎呀，大姐，大姐，你是不可以吃甜品的，甜的不能吃，咸的不能吃，那你叫我吃什么？有病是这样的，你看我家婆有高血压，不戒口，现在要洗肾了。是吗？那他现在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1个星期啊，要洗肾3次啊！听见了没有？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再不小心，真的会出问题的。我也试过戒口啊，1天半天不是可以，天天这样子，那你叫什么活？大姐啊，为了你健康，你就改掉你的饮食习惯好不好？这样辛苦才多活10年8年，我倒不如痛痛快快的，这样活2、3年就算。要是真的能够痛痛快快生活，那还好；只怕你不知道要受多少苦，要付出多少代价。现在生病的人是我，身体也是我的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用你管。哦，你说的真漂亮啊！你除了是受苦的人是我。你怕我连累你是吧？不用怕，孩子现在都大了，出了国了，有什么事情对到我死了。大姐，你干嘛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？不是吗？几十年人生，为什么这么辛苦？我只是想去唱唱卡拉 OK， 跳跳排舞，我不想把自己当病人呐。谁把你当病人了？你可以歌照唱，舞照跳，只要你遵照营养师的吩咐，吃得健康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好，我现在去参加大吃会，你管不管？你敢去，我就跟你的朋友们翻脸。好，我现在就跟你翻脸。你只会发脾气，你不爱惜自己，我才懒得理你。Mr. 阿满，可以向你借点钱吗？你这几天都是工作到一半就跑出去，你还敢开口跟我借钱？我下午虽然拿了 time off， 可是我晚上又把时间补回去了。补回去又怎么样？我这里白天需要人手，晚上我还可以请临时工，薪水少又不用给公积金。对不起啊，这几天我家里有点事。好，以后我不随便拿假就是了。以后，要不是看你在这里工作了10几20年，我早就叫你滚蛋了，你还想有以后嘞？Mr. 啊，关于借钱的事，借钱免谈。你在这里薪水最高，做的事又比别人少。怎么会呢？工厂啊，上上下下的事，能做我都做了。传家，你已经40几岁了，就算你什么都肯做也没有用。你比得上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吗？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可以，放弃你这个员工，我至少可以请2个学徒嘞。可是啊，不要再可是了，这些账去帮我收回来吧。老板，阿豪今天没有来，谁跟我出账啊？找传家去喽。他不是负责收账的。先送货，再收账，行不行啊？行，没问题。
那个昂真的很过分啊！整个工厂的工作都丢给你，还要威胁你说要请学徒来取代你，哼！怪只怪自己的命没人家好。是他裁掉你可以请2个学徒，不过2个学徒啊，可以帮他接洽生意吗？帮他修理机器吗？帮他接送孩子吗？算了吧，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？哎，不是我计较，是他计较啊。他阿爸请你来做什么的？做账啊。做账。那你现在的工作是做什么的？工头。工头，你是一脚踢到完啊！工厂里的东西啊，你包山包海，他几时给你升级加薪啊？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有什么指望呢？传家，马善被人骑啊，人善是被人欺啊，你要给人家欺负一辈子啊！算了吧，只要能够保住这个饭碗啊，我也没什么要求。对啊，那干什么？不要。嫌少啊？不是啊，你太太现在怀孕了，你的开销也不小啊。算了，我拿得出来你就拿着吧，等我需要再向你开口了。别这个那个的，你母亲的肾病啊是富贵病，我是暂时帮你的，要真要帮你的话，我是无能为力啊。谢了。对不起，你们2位的肾脏都不适合捐给叶亚梅女士。为什么？决定是否成功移植器官的首要条件是血型的匹配。你们的妈妈是 O 型，你是 AB 型，她是 B 型，都不适合。哎，可是我知道我2哥是 O 型的。如果你2哥是 O 型，他可以来做病毒检验。他上个星期应该来做过检验的。没做过检验。拖啊！我说他根本就没有心来做这个检验。他可能是工作忙忘了吧？忘，就算他忘，二嫂也不会忘吧？别这样说他们了。我现在打个电话给他，叫他尽快来做检验。大哥，你打没有用的，我来。喂，二哥，医院为什么找不到你的检验报告的？哦，我实在忙得走不开啊。你不是说好2个星期的吗？现在已经3个星期了，你还没有忙完啊？你也知道工作说不准嘛。那我现在跟你说。我跟大哥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，血液不适合，现在希望都在你身上了。啊！我现在跟你约了明天，你明天自己过来啊，不要再拖了啊，就这样吧。喂，怎么了？他们又来去你去检验呢？传过他们的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没有一个适合。什么？他们的肾脏都不适合捐给妈？不然他们也不会催我催得这么急。不能去，韩妮，你不能去啊！可是传国已经跟我约好明天了。万一你的适合的话，那你该怎么办？可是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会让人家说我不孝。那我看我还是去检验一下搏一搏咯。万一搏输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医生啊，我舅舅情况是不是很危急啊？就是这2天的事了，你们尽快找他家人来看他吧，啊！阿弟，阿弟，阿弟，舅舅。阿弟，舅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专家，在这么多小辈里面，你对舅舅最好，最要小心。你不要说话了。我怕我一闭眼睛就会醒不来了。你不要这样说，你不是说过要和我们一起活下去的吗？我活着是负累，
你不一样，你的孩子对你好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也舍不得走。舅舅，不会的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们也可以一样对你好。有一件事情，你们要帮我。我走了，大明有困难，你们一定要帮他。舅舅，我去找大明回来。不要，我已经麻烦他很多了，就让他安安静静过日子吧。舅舅，不行的，这个时候大明一定要在你身边。可是我不忍心让他看着我死。舅舅，专家，载我回家吧。姐，我不想死在这里，我求求你，让我回家，啊！阿弟，舅舅，阿弟，大哥，请问大明在吗？大明啊，有人找你啊！老头子死不了的，他每次自杀之前都会打电话给我。现在好了，他打电话给你啊，我清闲多了。大明啊，你爸爸剩下最后一口气都要我们好好照顾你，你竟然在这里说出这样的话！我说什么话？我说这种话不对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会说出这种话，都是因为被贫穷给逼出来的。如果要你每天背着这么重的债务，还要面对一个半死不活的人，我看你能撑多久？为了他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们以为我现在过得很好？要不是因为不能丢下他，我死了都比现在还好。对，我是畜生，你们伟大。大明，怎么说他是你爸爸？医生说他过不了这几天呐。他拖累我跟我妈够了，要走了。老家伙病了10几20年，我跟我妈也陪着他吃药、打针、看医生、动手术了10几20年。我妈很可怜，每天放了工回家还要照顾他，最后终于被累死了。而我呢，这些年来被生活、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你知不知道？他两腿一伸走了干净，我呢？我要为他背3个大耳窿的债，每天做2份工作都还还不完。我再告诉你一次，他死是他的事，你不要再来找我。大明，你爸爸剩下最后一口气了，他只不过是临走之前想见你一面，为什么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呢？人死了就什么都完了，到时候你想跟他说话，想见他也没有机会了。你会一辈子遗憾的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，你好好自己想想吧。阿弟，你一定要撑下去。川家已经去找大明，大明很快就来见你了。
舅舅，大明他不在车场，我找不到他。舅舅，你安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大明的。阿弟，你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。能不能够见他最后一面，是讲缘分。就算大明他不来，你都是他最好的爸爸。大明，爸爸对不起你。以后，爸爸不会再拖累你了。爸，是我对不起你，爸，爸，求求，妈回来！打开无底的天窗，夜空点缀着星光。黑夜或许很漫长，却阻挡不了天亮。只要你驻守着希望，我懂你面对的困难，我明白坚持很难，别一个人承担，因为你并不孤单。其实爱就在你的身旁，爱会将心中的黑暗全部